青鸟呢又爆炸。周思齐在7月曾经呢贴出一张跟黄国昌的合照，因为这样呢被青鸟出征哦。有人呢就怒呛，已有连续好几年主题日全勤到场，唯一缺席的就是你的隐退赛，还有建议你到对岸办。既然跟作秀昌合照，隐退赛不去了。台湾现在连合个照都被网军出征吗？有够民主的周董加油！中华职棒当代上古神兽周思齐挺过3次假球案的男人哦 ，fit 五月天狠狠的把青鸟打在脸上，可怜青鸟仔。5月抵制五月天，7月抵制周思齐，有抵制到现在9月了，周思齐票卖得满满的，2天全场爆满。青鸟在飞啊，青鸟你不要回去照照镜子啊！不是说真的，青鸟真的可怜。人家说狗狗往前摇，青鸟就是一群吉娃娃，一点功能都没有。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青鸟呢又爆炸。最近呢，中华职棒当代上古神兽叫做周思齐。周思齐呢，在这个周末进行退休仪式啊。那整个台北大巨蛋呢，第一次4万人全场挤爆，而且是连续2天，总共8万人哦，真的是太狂了哦。扣除打者之眼可售区域为38500张，再加上 L3的贵宾城，今天呢确定写下4万人，集结了5月天跟周思齐的退休啊，真的是，而且这个声光效果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原本就是美事一桩嘛，再加上5月天的献唱，舞台效果拉满。那周思齐有一个传奇是什么呢？因为中华职棒啊 ，CPBL 啊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前后啊，在周思齐担任球员的时代呢，总共经历过3次的假球案，但周思齐1次都没有涉入，所以呢，人家挺过3次假球案的男人哦，非常的强悍。这个就是周思齐为什么大家很敬佩他的地方啊。所以这件事在社会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包括像隐退仪式上，朱仲亮呢，都亲自表扬他，后来还宣布他的薪职，担任亚洲棒球总会长的特别助理。简单来讲，给他找一个工作，让他继续来发展棒球事业了。但是周思齐这件事情呢，事前超级失焦，为什么呢？因为周思齐在7月的时候，曾经呢贴出一张跟黄国昌的合照，因为这样呢被青鸟出征哦。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呢跟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当时在7月8号的时候啊，举办了一场叫做强制体育赛事防堵法治机制后职运动产业发展能量的公听会。那他就邀请了经历过签赌案事件的现役球星之一啊，就是周思齐，而且球迷也很多，所以就找了他，因为他队友啊常常被抓光光了，但是呢，他自己没被抓，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结束之后呢，周思齐也在社群平台贴出黄国昌的合照，那这张合照却引来绿营的粉丝出征啊，所以当时呢，这黄国昌会过意不去哦，而且甚至有人呢就怒呛说啊，已有连续好几年主题日全勤到场，唯一缺席的就是你的隐退赛，还有建议你到对岸办。青鸟又抓狂，可以不要跟这个人合照吗？找错人了，有点失望啊。那当然又有球迷反呛了说啊，各位145名死忠仔，不要跟我抢隐退赛的票。周董为台湾棒球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只要推动运动发展，管他哪一党，周董加油啊！那当然有人酸说周董是为了体育议题才去，又不是助选，是在崩溃极点哦。自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就叫球员不要接，你们喜欢的政治人物，别人不也不喜欢吗？台湾现在连合个照都被网军出征吗？有够民主的周董加油！当时呢，甚至引动了这个清白的粉丝专业啊，我就看到这不礼貌乡民团就有贴文啊，竟然跟作秀昌合照，隐退赛不去了。周思齐，你知道你旁边站的是政客吗？你知道体育改革这个人做了什么吗？他们当然是来出征周思齐，其实主要是要出征黄国昌的嘛。这个事情当时还有多篇的报道，让人家觉得实在是太夸张了，好不好？结果这次完全满场，你就看翠上面的风向完全倒过去了。周思齐真可怜，一辈子一次的隐退赛，被党媒跟白痴青鸟搞到失焦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夸张啊！而且5月天也被抵制过，还记得吗？当时5月天曾经讲过说，我们中国人来北京一定吃烤鸭，我们中国人来北京一定吃烤鸭的，他在说什么呢？光这句话5月天被出征到不行啊！对，后来还引动赖清德出来说啊，应该给予谅解了，给予体谅。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守护国家，让台湾继续进步，
让文你看有没有这么夸张？所以周思齐跟五月天其实都是被青鸟所抵制的人哦。结果呢，这些青鸟今天要大失所望了，可怜满场观众啊，4万人啊，连续2场啊，你们最讨厌的周思齐 feat 五月天，狠狠的把青鸟打在脸上。可是当时疯狂报道五月天的，就最后怎么样？自由时报还不是要乖乖报道周思齐啊，继续崩溃啊！青鸟仔要崩溃到哪里去？你的青鸟仔嘞，不是要抵制吗？去哪里了嘞？哎，怎么没有官方频道下面去抵制哎？青鸟仔现在发现出征不动啊，可怜青鸟仔。这样我跟你说，我现在讲出来，青鸟仔一定会崩溃。青鸟仔会说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要在那边嘴，就只有你在那边提政治哦，是这样子吗？哦，当初去出征周思齐的哦，那所以这些报道都是假的吗？看到黄国昌就崩溃，跑到周思齐的 IG 去乱，都是假的吗？青鸟仔要不要出来认领一下自己啊？青鸟仔就丢死人了，脑袋真的有问题啊！看到黄国昌就俩拱，你就抵制嘛！你看看台湾的主流社会是跟你一起抵制啊。还是呢？偏偏谁不找我周思齐，我就找五月天。其实找五月天是有原因的啦，因为这首《倔强》出来之后，隔1年，周思齐就开始他的职棒生涯。周思齐这辈子哦，就一直在跟假球对抗，你知道吗？好，最黑暗的那几年哦，那真的是凄惨万分。其实连大巨蛋本身都被人家酸，因为大巨蛋早就该启用了，因为一个卡弹事件哦，就搞了老半天哦。然后呢，一大堆绘声绘影的，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你看今天这几天台北都下大雨，有一个大巨蛋，虽然有一点漏水状况了，但整体来讲，这场地不是杠杠的吗？要这样的氛围，要这样的气氛，所以。一边说要抵制周思齐，一边说要抵制五月天，结果抵了半天，满场一个位置都抢不到，所有的 VIP 卖光光，外野开下去全满。我跟大家讲，棒球怎么卖外野，它是一区一区分区卖哦，从近的开始卖到最远的，所以能够把整个外野卖满卖好，那是何其惊人的事情啊！哦，几乎全部坐满了，创造台湾历史的这个新猷。其实青鸟人真的是很可悲的存在啊，在抵制啊。你看他们从5月抵制五月天，7月抵制周思齐，有抵制到现在9月了，周思齐票卖得满满的，2天全场爆满。青鸟在飞啊，在飞出来啊，在用力叫啊！青鸟，你不要回去照照镜子啊！你看看你，你看你是不是？不是说真的，青鸟真的可怜。人家说狗狗往前摇，青鸟就是一群吉娃娃，一点功能都没有。只是让人家拿来笑而已，可怜的青鸟。我从来没有去批判过什么青鸟仔的学历，我主要批判是他的行为啊。其实这种话是禁忌话题啦，我们大概可以理解某一个群体他大概率的一个样谱跟图谱的样子。